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更新一期久违的 vlog 视频，目的地是 Osoyoos。Osoyoos 的地理位置很特别，位于 BC 省中部内陆，奥卡纳根山谷区最南端，距离温哥华大约4个半小时车程。这里被称为加拿大气候最接近沙漠的地方，全天的日平均气温也是加拿大最高。5月初春夏之交来旅游，温度正合适。我们这次行程一共3天2晚，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安排，单纯是周末来放松，基本就是在镇上随便走走，感受一下这里的生活节奏。Osoyoos 的主街很小，就2个街区，5分钟就走完了，也没有什么特色门店可以光顾。我们就逛了2个 Art Gallery， 里面不让拍照，展出的是本地艺术家的绘画、摄影，还有一些雕塑等艺术作品，题材也都是与这里的风土人情有关，很有特色。在镇上还意外撞见了一些开老爷车的车友们在聚会，就顺便近距离观摩了一下这些古董车。车是真的好看，但我对这些车型和他们做的改装是一点都不了解，全当看个热闹。我们到的那天气温有28、9度，对于温哥华来说就已经是盛夏的水平了。不过这里因为靠着湖，一直有风，就不觉得闷热。湖边的省公园里散步，吹一吹风，看看被阳光照耀的湖面，非常舒适惬意。除了镇中心和湖边的公园，还有一个原住民文化中心可以散步。这里有一条非常简短的徒步路线，在中间的地方有搭建的用来展示过去原住民日常生活的雕像、建筑和展板，可以了解一些原住民的历史人文知识，看看当时他们是如何建造住处，进行狩猎与耕种。我们住的酒店就在这个文化中心的旁边，这里是 Osoyoos Lake 的东边，从房间的阳台就能看到山坡上大片的葡萄园和果园。昼夜温差大以及土壤疏水性好的自然条件，使得 Osoyoos 很适宜种植葡萄和各种果树，所以附近有很多果园与酒庄。遗憾的是，这个时间点并没有什么果子可以采摘，于是参观酒庄与品酒就成了首要选择。我们本身对葡萄酒并不太了解，平时喝的也少，但是对葡萄酒的制作过程非常感兴趣，就提前预定了一个酒庄的 guided tour。 这个大约45分钟的导览，有人带着参观并讲解葡萄酒的制作过程，从采摘、压榨、发酵到陈酿是如何进行的，看一看每个步骤用到的器具设备，比单纯品酒对我来说更加有意思。导览也是以品酒来结尾，我自己对酒的风味细节不知道如何描述，就不多介绍品酒的部分了。这个酒庄视野很好，整个导览也比较有意思，非常推荐。当天来酒庄参观的路上，雨下得非常大，在这个年降水量只有30厘米的地方，这样大且持续时间长的雨，连当地人都说很罕见。这场雨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傍晚6、7点钟，最后变成了太阳雨，在傍晚时分的阳光照射下很好看。吃的方面就比较随意，这2天的早餐都是在酒店的餐厅里吃的。菜单上的种类都是经典的早午餐会有的东西，但都有一些亮点且味道不错。比如这个 Chicken Waffle 的 waffle 是玉米面做的，吃起来香甜又有颗粒感。这个 stuffed French toast 表面蓝莓果酱甜度正合适，
点缀了新鲜的橙皮蟹，非常清爽。第一天的晚餐吃了一家法式意式融合的餐厅，鸡尾酒好喝。我突然很想吃薯条，就点了一份 poutine， 上面的 gravy 里有油封鸭腿肉碎，很好吃。另一份是 cassoulet， 有油封鸭腿、五花肉和香肠。这个油封鸭腿油脂香气浓郁，肉质软嫩，表皮焦酥又轻盈，底下的白扁豆被不同的油脂浸润，吃起来非常香。第二天晚上想吃意面，前菜点的沙拉和蜗牛都不错，意面的味道也还可以，就是分量太大了，吃完有点撑。总的来说， Osioos 这个小镇真的非常安静、干净，很适合周末来放松。可以在镇上和湖边慢悠悠的闲逛，吹一吹风，或者到酒庄里坐一坐，品一品酒，主打一个悠闲舒适。我会把这2天逛的景点、酒庄和吃的信息都整理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里，方便感兴趣的观众参考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。我是大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